为首那人听到叶晨的话，一边惨笑，一边吐出一口鲜血，讥讽道：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万物，无所不能？叶晨冷笑一声，淡淡道：我不敢说主宰万物，但要主宰你的生死，易如反掌。说罢，叶晨瞬时间一挥手，一瞬间几道灵气虚空打出，即刻便将整个走廊的灯具全部击碎。整条走廊霎时间陷入一片漆黑之中。这时候无所顾忌的叶晨猛冲一步，手指捏住那人的肩胛骨。就在他即将毒发身亡的那一刻，叶晨一丝灵气渡入，将他体内正在扩散的毒素迅速归拢起来，并且用灵气完全封住。那人原本已经感觉到剧毒让自己身体逐渐僵硬，呼吸、心跳以及思维都几乎快要停止，也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已经进入到了濒死的状态。这时候的他已经失去了四肢的痛觉，整个人的表情竟然还浮上了几分安详。对他来说，这时候服毒身亡就算是一种善终。可是紧接着，他这种濒死的感觉竟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从他体内迅速抽离出去，身体的僵硬消失了，呼吸与心跳的频率也迅速提升，四肢窗口带来的剧痛也开始迅速回归。这一刻，他不只是震惊，更是绝望，因为叶晨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简直如同神迹。此时其他匪徒都已经毒发身亡，唯独为首的这人还活着。叶晨一脸玩味地看着他，开口问道：刚才你说什么？你的命运不会掌握在任何人手里，你命由你不由天，我告诉你，在这里我就是天。那人瞪大双眼看着叶晨，绝望地问道：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叶晨冷冷道：现在还不是你问我问题的时候。说罢，他立刻用灵气将他四肢窗口的血止住，又同时让他彻底陷入昏迷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站起身来，站在门口，对房内的安家人说道：演出结束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要出来。安家人此时只看到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黑影，每个人此时都想看清楚这黑影的五官，可光线实在太暗，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清楚。安启山下意识地脱口问道：不知恩公尊姓大名，今日救命之恩，安家定将倾力相报。叶晨淡淡道：不必了，烦请诸位以后多加小心，下一次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安启山忙道：恩公，今日您救了安家老少10余口，还请给在下一个报答恩情的机会。叶晨摇了摇头：报恩就不必了，大家都是华夏儿女，我也只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安启山见对方不愿透露身份，也意识到自己不该不合时宜的继续追问，于是只能感激不已的说道：那在下就代表安家上上下下叩谢恩公大恩大德。叶晨忙道：不必，你们多数人的年纪都可以做我的长辈，就莫要折煞我了。安重秋想起什么，连忙问道：恩公，在下斗胆求您件事。叶晨淡淡道：你说。安重秋忙道：我想去确认一下我一位朋友情况如何，出事之前他刚刚从这里离开，我手机不知怎的没了信号，电话连911都打不出去。叶晨眉头微微一皱，知道他说的是朋友一定是李亚林，于是他灵气释放出去，略一查探，便探清了李亚林的情况。此时的李亚林已经没救了，虽说从他被枪击到现在也不过是过去了2-3分钟，但叶晨此时也已经束手无策。他的身体遭受了极其严重的重创，体内包括心脏在内的多个重要器官已经彻底被毁，别说是回春丹，
就算叶晨把培元丹拿出来，也不可能救他性命。于是叶晨淡淡道，不必去确认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安重秋整个人悲痛万分，脱口道，他女儿刚刚怀孕，老婆孩子都等着他呢，他怎么能死呢？叶晨认真道，他确实死了。安启山也顿时老泪纵横，哽咽道，是我害了亚林，是我害了他，我该怎么向他的孤儿寡母交代？如何向我那走了多年的老兄弟交代？说罢，整个人的精神仿佛在这一瞬间丢掉大半。叶晨对李亚林的死亡多少也有些惋惜。此人虽然一直在调查万龙殿，但毕竟也是职责所在，而且他从警多年，口碑确实很好，不该是如此下场。只是人死如灯灭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超出叶晨能力范围之内，他就算想救李亚林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说他命中有此躲不过的劫难。可就在这时，叶晨依稀感觉李亚林的身体似乎还存在着某种波动，于是叶晨立刻释放更多灵气查探，惊讶地发现李亚林的大脑此时还没有彻底死亡。或许是2-3分钟的时间还没能让李亚林的大脑完全缺氧，也或许是李亚林意识里的求生欲望太强，让他的大脑坚持到了现在。总之，他的大脑还保留着最后一线生机。可是他的身躯已经几乎全毁，叶晨也没有能力让他起死回生。忽然间，一个念头在叶晨心底闪过。当初伊藤菜子的父亲伊藤雄彦在双腿截肢之后，叶晨也曾为他感到惋惜。可是惋惜归惋惜，叶晨也没有办法让断肢重新生长。断肢无法重新生长，那完全被损毁的其他器官自然也不可能重生。但是九玄天经之中明确记载过一种可以让器官重新生长的丹药，这种丹药的级别比培元丹还要高，它能让人除了大脑之外的一切身体器官都恢复生长。只要能把这种丹药炼成，就能让伊藤雄彦截掉的双腿双脚重新生长出来，完全恢复如初。所以有了这种药，自然也能让李亚林的躯体重生。但是李亚林身体损毁严重，大脑死亡估计也就是几分钟内的事情。几分钟内，叶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那种丹药炼出来的。莫说他现在实力不够，就算实力够，凑齐药材也不知要用多长时间。而李亚林也不像伊藤雄彦，双腿虽然被截肢，但还可以坐在轮椅上活下去，活到这种丹药被自己炼制出来。所以若是真想救李亚林，只能先用灵气护住他的大脑，以及他那副被严重摧毁的身躯，让他的大脑一直存活，让他的身躯一直不腐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将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一直维持下去。可是叶晨的灵气也并非无穷无尽，要维持这样一副残破的躯体，简直就是无底洞。维持1天2天1月2月或许还能做到，可如果要维持1年2年甚至更久，叶晨也不可能做得到。除非往后的日子整日守着他的躯体，每隔几天就给他补充灵气，否则此人依旧不可能存活得下去。想到这，叶晨心中几乎要放弃。或许这就是李亚林命中注定的劫难。可是一想到之前自己听到李亚林与外公在包厢里的那番对话，叶晨心中也不禁倍感惋惜。这时候叶晨的脑中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计划。这个计划虽然有些激进，有些冒险，有些天马行空，但却能给李亚林留下一线生机。
于是他微微一顿，对安家人说道，外面的情形过于血腥，你们切记演出结束之前不要出这扇门。另外，出了这扇门之后，今日之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安凯峰这时候万分不解地说道，恩公，今晚死了这么多人，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华人探长，这件事怎么可能隐瞒的了？叶晨淡然道，你无需操心，我自会解决。说罢，他想起什么，又开口对安重秋道，你那位朋友的尸体我会让人带走后葬，但你们不可对外透露他的死讯，起码现在还不可以。安重秋下意识地说道，我总要给他妻儿一个交代。叶晨淡淡道，说他失踪了，说他跟人私奔了，亦或者说他投海自尽了，总之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今晚死在这里了。至于他的妻儿会不会相信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你自己去想办法。